并没有3800亿加 N 这个概念，也就是加 N 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的。精准火炮哦，我们包括这个远程精准的这个海马斯，我们包括托式标枪哦，还有包括我们反装甲的这个无人系统，它都如果按照这样子，它都要求我们要在117年的12月31号以前全数交运完毕，等于我可以说那就实质的封杀这所有5个案子了，因为不可能执行。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台湾队永远加油。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那当然好，那大家都希望那个团队呢，我们的球队能够发挥实力，好，能够过关斩将。好，但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这时候你在今天看到国内所有的政经情势的发展，那某种程度，当美伊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家就在看说这一次等于是个武器的实验场，而这个时候刚好又是我们的军购的过程，那大家就开始在做整体一些的检视。好，那检视除了在政治上检视以外，军武方面的一些检视。今天最新的消息，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包括行政院版本，然后包括国民党版本，3800亿加 N 全部都复委了 ，OK。然后前面包括民众党版本复委以后，包括迫在眉睫的3月15号那个发价书的一些问题，民众党也有出招，然后就直接说，那要不然就先授权好了。那所有这些在政治上的影响到底会是什么？不会开始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在今天。当已经决定要把包括行政院版、包括国民党版全部都复委了后，赖清德总统也有发表看法。来，行政院所提出了国防特别预算案，终于在今天预计要交付委员会审查。我要感谢韩国瑜院长以及立法院朝野党团的支持。我也希望后续的审查能够根据专业以及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都能够展现对国军的支持，以及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不打折的。来，创下，你们知道赖清德总统在字里面一开始就是说，终于 OK 好复委了。然后接下来呢，当然就包括安全不打折了，所有这些。第一个，在今天复委，你自己看这所有的一些的过程，感受上会是怎么样？第二个，那就是未来嘛，今天只是复委。还要看未来。第三个，3月15号，那迫在眉睫就发家书，是民众党团先出招的哦。对啊，其实3月15号只是个序曲，应该是3月24号才叫 D-Day 啊。对，因为有传出来说，已经都复委了嘛，那都复委了，然后3800亿加 N 也进去了嘛，然后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大概就剩下不到3个礼拜。不到3个礼拜要审查，然后当然3月15号那个发价书，当然我们也听说2月的时候，我们也跟美国申请展延了嘛。对，但人家没有理我们。人家当然是看嘛，看的话，他总会告诉你说我收到了，但是我要去跟雷神谈一谈我们又不是那个，又不是我卖，又不是我对不对？又不是我卖的，我要去跟那个洛斯洛普谈一谈当然这是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压力里面呢，3月15号展延，这就是前面的111亿美金的，大概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传出来的是，有媒体说，美国认为3月24号是最后的一个期限，而这个期限希望1.25兆，先前的时候已经沟通这么多了，不要打折扣。那为什么会讲这件事？因为呢，接下来就是松山50大会，那美国呢，大概呢鼓励研中文很好，美国很多人也，他们不只读《孙子兵法》，他们可能也有读金庸小说，他们知道陶谷六仙有一套叫做化整为零。那你看到，在国民党终于在这个情况之下过了嘛？但是过的话，我会形容国民党那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化整为零，陶谷六仙大法嘛，就是把你这整个1.25兆，而且已经我讲过好几次偷换概念，本来就是一个台湾的国防韧性，那国防韧性他把你弄成是跟美国军售。把你的限缩这边之后，那就开始拆解。可是美国呢，特别的是，你们台湾没看到无人机 Lucas，多厉害，无人机多重要，3.5万美元，对付你那几百万美金的，对付你那几亿美金的雷达，我们就可以用了。那你台湾，你们要保卫自己，你那个化整为零，你这个除了那个111亿美金之外，后面的那剩下200亿美金还没讲，但是后面已经讲得很清楚。20万具无人机
无人船舰，那个不是美国要用的啊，那是跟你们台湾，那美国其实很在乎台湾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生产不出来。美国为什么在里面的军购里面？为什么你会看到古立言？为什么看到韦克尔？因为美国有脑无手嘛。美国是4支是大概目前还在复建中。所以美国就希望台湾做出这20万。那你现在国民党的这个版本里面是把那个拿掉的。拿掉了以后说以后再逐年编列。美国是战略目标是1年就是产100万架，那你台湾这边至少20万架是美国对于我们所谓的地域景象那一个布局。那是美国大概也做过一个战争评估，而且现在更清楚，因为卢卡斯告诉你，20万架真的有办法压制对方的饱和式攻击。所以现在其实那美国当然不能干涉我们内政，也不能干预国会，那当然是国民党他们里面要去思考嘛。但是为什么压在3月24号？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有个人他的心里大概又要在这边打低估了。我3月26号才有拿到判决书，对不对？3月24号那个日期又很特殊，刚好又在3月26号判决书出来之前。然后那个民众党的想法会是什么呢？你会看到，民众党虽然也讲说我们不见得要绿白合啊，什么就要怎么样，可是他们也是这个授权，民进党是他们先讲的哦，他们先讲的啦，那民进党一定不会反对嘛？对啊，那就变成实质绿白合。那就实质绿白合的感觉啊！所以现在大概全世界都知道，川普是没耐心的人。那川普没耐心，而川普对你的要求，如果你打折扣，你看川普也讲了，我每次跟伊朗谈完之后，第2天回来又跟我来反复复。所以最后发现作战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资讯下来，现在这场审查虽然3个都进去，但是进去之后，后面才是真正的松山大会。桃谷六仙那一套会不会碰到风气羊，会直接被消除掉了。OK， 小明，我们就直接来看，对国民党人怎么看待这次？因为包括这一次是大家过程当中很多版本不是吗？最后出来的是3800亿加 N， 可是那个加 N 如果照刚才创下，因为媒体上讲说老美有没有透过讯息来讲说，那24号是最后的一个 deadline， 然后包括是1.25兆哦。可是显然国民党这个版本应该不会是符合这样的一些情形嘛？那到这样下去到底该怎么办？包括发价税，结果是民众党先出招，对国民党来讲，版本也是民众党比国民党早出，虽然这个版本是4000亿，那结果发价书也是他们比你们早，也就是他们现在出招之灵活变化，然后对国民党来讲，你们就坐在后面一直跟着走吗？这个橘欲怀为止本来那个是很甜的橘子就是黄国昌当主席的时候，现在显然大人换人做了。我说摆的票，而那8票又是何其重要。所以我简单讲，就柯文哲接了实际的操盘者以后，黄国昌边缘，柯文哲如日中天，所以大家跟着柯文哲走。那走的话，就是我不要做小蓝嘛。因为柯文哲虽然他对老共非常友善，他上任2014以后，2015就有他那个统战部长沙海林来什么两岸一家亲，但你不要忘记他的出身他是228的受难家属了，他的说法，他的爷爷啦，而且他的所有的言行推倒蓝绿高墙，他就是讨厌国民党这个不容否认，就他讨厌国民党，跟他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小平哥没有，他现在已经变了，他是讨厌你，不是讨厌国民党了。讨厌我，讨厌国民党更讨厌我，好不好？这要讲清楚。不是要抬举你跟国民党一样大。不是，还是他讨厌国民党，他更讨厌你，更讨厌我。因为我又是国民党，又弄他，好不好？讲好。所以呢，他一定军购就丢到前面，所以整个一定走在前面。他也看懂了，我们有路线的分歧，我们有保守派的力量。就是以前不让人家复委，现在是3500加 N， 对，3800加 N，3800加 N， 好，所以呢，他很清楚，而且我们大党转弯没那么快，大象嘛，大象那他是灵活嘛所以咚咚咚跟袋鼠一样这样跳，所以不止这一样，他也会灵活的看待对民众党有利的法案那他看跟谁合作有利，然后不管对我们不管是这个党产要复活什么等等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法案，中间选民不喜欢的，他不会支持你。所以我讲过，
柯文哲掌权之后，柯上和黄下的时候是国民党苦日子的开始。我也在节目讲过，他一定会先动手，会同意那个军售，他要先表态。其实我们呢，一开始我们监局就是连副委都不让你副委，慢慢有点被切香肠。被切香肠很大原因是白的倒戈，讲难听一点，因为孙刘联盟有一个倒向曹操，那另外一个很麻烦嘛哈，所以我觉得，可是现在那我们有实力派的青壮派的立委，然后不分区的这个朱立伦提名的若干的这些不分区的，以及看到这个大趋势不好，所以卢秀燕跟韩国瑜，我们两个要不要选总统再说。而且呢，卢秀燕是非选总统不可，因为他就为了选总统，他就连主席都没做，任期做完嘛。那韩国瑜有没有可能选？也可能选，但韩国瑜站那个很有利的位置，他喜欢的位置叫立法院院长，你总统很忙，院长没那么忙，这个工作他做得很舒服，所以看起来不管以后谁选，比民调干嘛，这两个先结盟，再拉青壮。然后版本跟党中央是不一样的，然后那刚好徐小青提出来那个8、9千亿的，他就顺着这样往中间走，然后与会人士又说，也不必看待说就是两个路线的对撞嘛。他就顺着这样往中间走。然后与会人士又说，也不必看待说就是两个路线的对撞嘛，也不必，也有就缓颊的说法，国民党比较温暖，说哎呀，这个卢秀燕跟韩国瑜这样做啊，然后这个甚至韩国瑜，然后跟这个赖总统就是让他复委啊等等，都是往中间走，让国民党票扩大，也是让主席干嘛呢？能够平衡一下，就国民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中庸的政党，他要讲好话。这过年要讲吉祥话嘛，有那些与会的青壮代就有人说这样的话，对，这样哦，东弄西弄，弄出了一个3800亿加 N 的版本，今天要复委。照小平刚刚讲，对，这是一个平衡的政党，一个中庸的政党，大家各自。可是小平刚刚自己行情里面也有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讲法，保守派显然你讲的就是党中央这个版本应该算是保守派的智库版。双光这个版本出来，真的会对国民党加分吗？而这个版本里头，大家讲刚才讲说，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韧性的一环，它不是单纯军购而已嘛，它里面包括有在我们这边的生产，包括刚讲无人机，所有这些，那中间被拔掉的那些，到最后今天只是版本复委，等到大家实际在论证的过程中，还是回到那句话，对国民党来讲，这个党中央的版本这样出来以后，真的对国民党会加到分吗？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国民党的版本哦，基本上他们说他跟美国什么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哦，今天说一句话，那不叫共识啊。美国只能说谅解，希望你川习会之前赶快把这些通过，你不要未来的已经搁置，你现在就不要再制造困扰。所以到底会不会加分呢？我觉得也加不了什么分啊。因为你现在为止，民进党执政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跟民众党的版本，那三个版本摆在一起，那最差的就是国民党的版本了。因为民众党的版本的4000亿为上限，它执行年限是8年。那你看到的国民党的执行年限到民国117年，而且它的年限没有比其他人长哦。没有长哦。好。第二个，大家要探讨的是，你看，民众党的版本的项目总共6项，其中就是所谓军购8项里面摆在特别条例的5项，其中1项是授权对外军购且获国外同意的881亿，所以加起来是4000亿为上限嘛。但国民党的版本就让大家很好奇，你111亿。就是那8项全部列进去，那去翻了一下国防预算里面，其实里面有3项是摆在公务预算，3项是摆在公务预算执行，那你怎么会列8项？那你注意看他们的版本还说，你不能重复去编哦，你还跟大家说，这边编的项目你不能重复去编哦，那对不起啊，你已经搞重复编了，因为你特别条例把那
编公务预算的3项列进去了呢。那行政院国防部是编在年度公务预算呢。那特别预算跟公务预算不是变重复了？变重复好，你变重复，你这3项要不要拿掉？如果你拿掉，金额要不要调整？你金额要不要调整？所以国民党的版本一出来以后，就让大家觉得，你会不会太粗糙？你们是不是急就章啊？当然，国民党现阶段你可以看得到啊，私底下埋怨很多，公开叛变很少。对，为什么都不敢公开讲？都年轻啊，都年轻。第二个，受制于傅昆萁。受制于傅昆萁。无论是在选举过程中、大罢免过程中，傅昆萁有些资源帮助他们嘛，所以大家某种程度上基本上都被党团总召压着，所以你经常看到的是媒体上面报道中壮派，但是你有看过有几个中壮派站出来说这样是不对的？没有。只有一个徐小新在坚持因为他自己有那版本在坚持他自己的版本嘛，之外，很多支持徐小新的版本，你们看他有公开出来具名公开的表示过吗？没有，甚少，几乎没有，几乎没有。连我们常说国民党里面52+2里面最具军事专业的陈永康也几乎不讲话，也几乎不讲话了。我觉得陈永康不讲话就是反正你党中央也不来问我嘛，你都不跟我咨询嘛，我专业你们就不走我这一边嘛，所以我觉得陈永康是有一点不爽啦，有一点不爽。当然你说到武器里面，所以大家在看这一次伊朗战争过程当中，我是说每一次它就是一个军事武器的展示嘛。好，刚才说到那个纳德号，它是1500吨的护卫舰，它其实是去跟印度3月份跟印度联合海军军演，3月军演完了以后，返航过程当中，在斯里兰卡的海域的时候，被美国用潜舰，它的攻击潜舰里面发射了 MK48，它是 Mod 6 AT 型，AT 型那直接从水面下撞击了舰艇，直接冲到里面以后爆炸。爆炸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它的右上方的时候是整个被抬升，在往下坠的时候，那个压力直接把它折成2半。所以人家说 MK48 基本上是龙骨杀手。就你只要被它击中，它的弹药260几公斤的弹药，直接会把你的船给往上抬，在重度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很多都被折断过。MK48 的 Mod AT 实战经验，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实战经验，拿出来用。第一次实战经验，你就可以看到，伊朗的纳德护卫舰，它是2021年才加入的。那MK48呢，它最快的时速可以到达101、102，而且它有一个特性，它还蛮安静的。当你雷达发现的时候，你可能要紧急回转的时候都来不及了，都来不及。那我们在2017年买了24颗的雷战战雷跟4颗的超雷，就是超演训练用的。2020年我们又增购了18枚。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一个武器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就是我们总共也买了48枚，其中4枚是超演用的训练弹。OK， 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这一幕大家都很欣慰，就说，我们2017年就买。2022辽宁舰、福特舰，2020年又增购了18枚，所以我们现在回归到战雷是44枚，
超演是4枚。好，然后当然旁边看到的这2个，好，当然我们看到行政院版本的时候，它有远程精准打击火药，飞弹。那大家猜的是 PRSM， PRSM 这次。然后我们已经111亿里面海马斯82套的时候，我们买了420颗的陆军战术飞弹，射程300公里，但是它只能单连装，因为它的直径是61公分，但是我们应该是有跟美国提出要申购 PRSM 的直径只有43公分，所以它变成双连，双连发，火箭弹是六连装，所以它一次可以装2次，连续发射两枚，所以它的火力要比战术飞弹还高，然后它的射程500公里，可以达到福建浙江，而且发射系统直接用海马斯就可以，我们已经有29套，然后现在又要买82套。所以基本上，发射器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飞弹上面现在就看美国是否同意出售了。尚总，如果你讲 PRSM， 因为这次大家也看到 PRSM， 它也是第一次实战。对，那蓝版的军购条例里面有像这些有纳进去吗？没有，它明确写的就是111亿的8项，那8项，所以这是在 N 吗？这个它的 N 是第8条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这一次3800亿以后，如果说第2阶段还有的话，对，它可以提第2期的特别条例进来，然后当然它在案由说明的时候，案由草案总说明的时候，里面有留一句话啦。如果第2阶段送来的时候，历经朝野协商排案、速审速查等等但是问题是，你要看到发价书的效期，一般效期只有60天。OK， 你能不能60天完成预算审查跟那一个法案、条例的审查？是否真如你所说的草案总说明说，你只要一送进来，我们朝野协商马上排案、速审？会不会真的做到这样 ？OK。你只要一送进来，我们朝野协商马上排案、速审，会不会真的做到这样 ？OK， 大家就提一个问号。那当然，我们看到阿联里面。这一次，他是那个伊朗发射导弹的最大受害者，对，他是被打最多的。他总共发射的导弹跟无人机，超过1000多，他们用的就是爱三，结果爱三数据告诉大家，它的拦截率是9成以上，它的拦截率。那我们现在所知的第2阶段比较明确的 ，OK， 第2阶段比较明确的有爱三增程型，也就是刚才讲的阿联酋在使用的拦截。第2个就是国家先进系统防空系统。那国防部的说法是4项，但目前我们知道的是2项。那其中你在他的行政院的特别条例里面，它有一个远程精准打击飞弹火药。那基本上远程精准打击，大家的猜测就是 PRSM，就是 PRSM。现在有说过2个说法，一个是说美国的第2批是高达200亿美金，但是另外一个说法说。因为川习会暂行搁置的是130亿美金，那这2个落差高达70亿美金过程当中，到底美国最后会答应哪一些，还是一个问号。对，廷辉，如果这样看的话，我讲说，你从这一次美伊战争里面回头看我们的，包括这次在军购，还有我们整个国防韧性的这样1.25兆到现在各个版本的这些。对蓝营来讲的话，当然这过程当中第一个，老共一定不希望我们拿到武器，
所以那时候讲说，包括川习会啦，或者会不会把我们这个也摆在里面的讨论啊，或什么？因为照理来说，美方的6项保证里面是不应该要去跟老共讨论这些的。可是国际政治，你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一些状况？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从刚才过程讲到发价书的时间，然后一直到美方有没有那个324，然后一直在往下走，这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未来还有多少的一些重重阻碍要过？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谈啊，哈。那当然，这个 Rubio 讲说让蒋介石出场，这个国民党心里听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哈。那如果是蒋介石出场的话，难道这个军购的预算不需要吗？那难道凭空而然呢？你要把蒋介石的铜像改造成飞弹，也是要钱的，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说国民党到底现在的心里在想什么？那可能现在他们的心非常纠葛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打趴了伊朗，美国把马杜洛抓了，那美国干嘛那么强？就是现在他巴不得说今天中国比美国强嘛，所以你今天看到他不管在开什么样的公听会也好，开什么样的说明会也好，你看到找那些退将，他们都有所谓的到中国去访问的经验嘛，然后回来就吹嘘说，中国的好棒棒，中国多厉害我们打不过他，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要这样子跟他惹是生非这样子的概念嘛。但是他们有没有真的去看过美国的东西？如果今天那个说明会你找的是张幼霞来讲的话，可能状况跟我们退将讲的完全是不一样哦。所以现在关键问题出在是不知道他们是偏听，还是故意把耳朵遮起来，还是怎么样，还是故意在听组织的话之类的。但我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突然3500亿加 N 变成3800亿加 N， 你是怎样？加服务费吗？10%吗？加10%也是3850亿啊。那你怎么算出来的？那如果按照汇率来算的话，你说111亿540万美元的这个退佣，这个本来的是乘以汇率来讲的话，大概是3500亿，这我可以想象得到。但是你要变成3800亿，我帮他算过的汇率大概是34点多，对1美元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台币也还没到34点多啊，你怎么算出来的？是未来汇率吗？但当然，你用加 N 的方式，我觉得他有点在逃避责任。什么叫逃避责任？他说后面的发价书，如果你再来的话，那我还会加上去。数学数据，这种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撇责任，你知道意思吗？很不负责任的。撇开自己本身来讲，他又想挡军购，又不敢面对美国的压力，然后他又想要讨好中国，又想要讨好美国，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李在明的做法，文在寅的做法，典型过往东南亚国家的做法。那我说过以前可行，以前你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你或许这样做，或许可以。现在是川普时代，我意思说，当年在2008年一直到2016年左右那一段时间的中国大陆是胡锦涛在执政，现在的习近平在执政，整个国际局势全部换过了之后，川普要来弄这个习近平，因为现在也传出说不定这个川习会也会破局，也不一定啊哈。所以现在的川普他的做法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那这时候台湾民众问题在哪里呢？国民党又发现到说，第一个，他这样挡军购，在民意方面来讲的话，没有获得大多数的支持，因为大家都会担心嘛，看这个局势发展，国际社会发展是讲 power 讲实力，你国民党都知道是要走现实主义的，讲实力的，那现在拳头美国是比大家都大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美国站在一起，不肯买美国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然后你自己来讲的话，就像你请个保全，你家里有个成员那边讲说啊，我就把你这个预算扣掉之类的，我让你没办法完整的请保员，把门户洞开，这个民众会受不了的。所以国民党现在发现到，你知道至少是理性派的，会发现说，我今天我不能在这个战场上继续拖下去。我这个战场上继续拖下去的话，我甚至未来选举都可能会失分嘛。所以反馈回来的话，我觉得民众已经表达那么高的，所以很多的国民党有识之士都已经提到说，赶快撤离这个战场，这个战场不是我的战场。我可能去搞什么民生战场，我不要去搞这个军购战场。军购战场就这样子，而且我得罪美国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就算我得罪，我说这是这么帮中国讲话，帮北京讲话，这么帮北京想。北京能够给他什么东西？北京就是口惠而不实嘛。你看他给伊朗就是这样子的话，给国民党又会是比较好的事情吗？对不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啦，国民党也不要羞于说面子拉不下来。郝柏村以前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什么？对，朝令有错，夕改又何妨？今天你昨天你挡军购，你今天改成挺军购又何妨嘞？对不对？那反正民众也觉得说，你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或许你变得
我们讲说改过自新，哎，这种方法来讲的话，可能接下来对他选票比较有帮助。小朋友要不要回应一下？第一个，刚才直接讲到说，会不会让人家以为国民党是在帮老共在讲话，或者在挡这一些，会被误解成是这个样？还有过程当中，刚讲，你们真的策略上是错了吗？要改过自新吗？我们策略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科上而这个仓下这个大气候没有看到，这第一个就是蓝白的顺流联盟发生了裂痕哈，然后这个一直他们那个都督啊一直要杀这个诸葛亮哈，他没杀到，不管他以前的事啊。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朝令夕改又何妨嘛？就简单讲，就是民意的主流怎么走？然后因为川小这边3800亿加 N 算是呼应了民意吗？你觉得？应该这样说的，党中央的版本本来是我们所有的国民党，我要把权力结构讲一下。老 K 下的决定很重要嘛，这52+2哈，加2无党籍。然后我郑丽文党中央是一块，当然他是党中央，然后那强大的诸侯，就举例说，那个卢秀燕啊，这些人是一块，蒋万是一块。然后呢，第三个叫党团，这三个是最大 A、B、C 嘛。然后照理说，这里 B 加 C 会不会大过 A？ 会。但可是党团里面的傅崐萁跟郑丽文是同盟，而傅崐萁跟那个大家都蛮信他的这些青壮的党团成员嘛，不是信他是欠他人情，欠他人情跟信他是两回事。不管什么，就是他说的动话，这个一句话啦，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好，所以呢，现在形成一个有一点僵局的态势。OK， 那僵局看到了没？我们那个有看到吧？卢秀燕也看到了。韩国也看到了，朱立伦也看到，所以朱立伦叫他的子弟兵喊出9000亿嘛，林涛讲那都是看到这个大的形势，要往美国走一些，这样相对对国民党、对中华民国处境相对好。刚刚廷辉讲了，出了2个很难最棘手的人，对台湾也是像国运不昌隆，你知道吗？第一个叫做美国总统川普，中美2大国，一个叫习近平，很难对付。这2个动辄得救，不，现在处境很艰难，中华民国好，可艰难也要。日子也要过下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呢，我觉得啦，我们呢现在往美国走一点，然后因为川普再怎么样，不管接下来他派谁副总统选能扶正当选，还是这个民主党派谁当选，一定比现在处境好，一定。然后所以这2年半是一定要先撑过去，特别节骨眼上这个军购，我认为我觉得卢秀燕跟韩国瑜的做法，比较符合中道。比较平稳，对国民党对国家相对好。林凤，你在地方跑，那你们现在也要出选嘛？你在地方跑，有感受到地方的民众会对国民党这一段期间的作为的看法会是怎么样？包括今天提出来的3800亿加 N，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另外一个部分，刚才其实国民党今天在开记者会，然后你看到那上面，包括他们的发言人后面上面写的是。支持对美军购，也就是说，当今天提了这个以后，老百姓就忘记过程当中那个复委了几次，党复委几次啦，或是不是，反而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这个版本就是支持国家对美采购啊。其实我们在地方跑大部分都还是觉得说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比起其他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们都会问说，那现在军购到底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买到这些武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一直在讲国民党现在所提出的3800亿加 N，我认为大家可能就是都觉得那个 N 是价格，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叫时间。那个 N 其实对国民党来说是时间，因为为什么？他那个 N 就是要卡住你买军购的时间啊，它根本就不是价格啊。对，那所以你就说。国民党刚刚小平哥在讲说啊，什么因为蓝白考虑蓝白合，担心民众党这个什么8张的巴拉票，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美国看的是你国民党现在你的党团、你的党中央态度是什么嘛？美国看的是你国民党现在你的党团、你的党中央态度是什么嘛？好，那现在摆明的就是叫外行领导内行。因为你去看，即使他们昨天党团跟党主席开会，请问国民党这些立委里面最懂的人叫做陈永康吗？其他的这些国民党的立委有几个是懂所谓的军购跟国防武器的？
其实很少，连徐巧芯也不懂啊。那你告诉大家说 ，OK， 我们开了一场会之后，就决定从3500亿变3800亿加 N， 又是怎么讨论出来的？不知道。那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说啦，其实这一次整个军购，因为很多民众其实真的没有看那么多的细节。我们很简单的举例，现在国民党他们所删除的内容就叫做什么？原来我们要买新的，不让我们买。旧的要更新的不让我们更新，再来还有什么？我们平常的这些战备的储存也不让我们储存，就是这3个重点而已啊。第4个，我们要跟美国合作，未来可能有共同研发跟共同开发，他也不让我们做，所以从1.25兆变成3800亿加 N。我在好，小平哥坐在这边嘛，我们一样都是议员哦。小平哥，我问你，什么叫做 C5ISR 跟 TAK？用来做什么的？哇，大哉问！小平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那是整合。好，我跟大家说哈，你看我一样是议员哦，小平哥也是议员哦，我都可以专程说啊，打个电话去问一下，说，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用的？问这个国防部的府会联络人，议会要问中央，其实也都 OK， 你透过立委去问也都 OK 啊。我跟大家说，什么叫C5ISR AI 辅助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单兵如果真的地面部队要作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套新的指挥系统，让指挥官即使不用在战场，都可以看得到前线的状况。这个是什么？现在所谓的俄乌战争，跟我们现在就是美国打伊朗的战争，美国都已经试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有效的攻击，而且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官兵的损伤。这个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嘛。那为什么国民党你现在的版本却把它拿掉？那我再问啊，防空系统，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吧？我们防空系统对台湾之盾重不重要？重要啊！再来飞鸿供应链，这应该是第一重要，我觉得对吧？第一重要。那如果小平哥说第一重要，为什么国民党现在的3800亿加 N 却都把这些项目拿掉？我再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去跟大家举例。国民党现在的版本就是说，叫我们买一台车子的零件坏掉了，他说来，你等2年，因为我现在要先等这个对方那个发价书先开出来，我再来拿这个备料。请问你的车子可以等2年吗？尤其是这些武器。这些军购的这些武器就是卖方市场嘛，我们台湾等得了2年吗？所以这个是很多刚刚小武哥特别在问说，我们在地方上面的民众，我们真的在跑基层，民众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要增加我们国防自主的能力、防卫的能力。那请问现在1.25兆？我们的国防部跟美国这边讨论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我们的需求跟美国他们能够卖我们的东西，都能够讨论出这个1.25兆的版本。就你们国民党现在，我刚刚讲啊，连 这 C5ISR 叫什么都没有人知道，然后也不问清楚，就一个党团会议就要决定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未来吗？那你说这样子，今年要面对这个基层的选举，我想国民党自己内部的压力锅应该不用等到年底啦，快炸开了啦。这武器是该买，可是武器买的也不能完全没有上限。我觉得 GDP 3%，特别条例是一件事，那尽量能编到公务预算。公务预算里面 GDP 的话，我们大概26兆台币，你如果3%常态3%特殊需要你就编特别预算，大概就7、8千亿的预算。现在日本的欧盟大概都2%。那你也不能川普说什么，他漫天喊叫，我们也就地还钱。你不能什么 GDP， 我们要搞到他曾经讲过，台湾要10%，快3兆，2.6兆，我们总预算才只有3兆，那根本连公务员薪水别发那也过头了。不，你公道还是我们支持亲美，还是有一些攻防。就我想细则不谈。GDP 的上限1年3%，我认为是比较恰当、恰如其分的一个落点。OK， 但都好。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件事情走到这样，好，第一个，刚刚严凤有讲了一些，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需求的东西嘛？尤其民众，我这样讲好了，你叫民众去细的去了解，我们到底有要买什么？这个人拿掉了什么？为什么？
太多了。对。可是数字民众听得懂吗？对，一个叫1.25兆嘛。而且你最近注意到，连国防部的官员，包括发言人啊、战规司司长这些，很罕见他会直接在媒体上面，他就是直接数，他讲说这些数字我不是晚上睡觉想一想就出来了。我跟美国沟通了大概已经快1年了，然后我去做出像这样。那你如果要砍，你也告诉我你到底砍的是为什么，是有什么样一些的道理嘛？我讲，因为老百姓最懂的是数字嘛，他一看就知道。那当然，你说过程当中有没有大家应该严格审查 ？OK 啊，只是要让他进入这些。然后呢，但这时候大家就回头问了，那为什么国民党中央这么硬？然后就一定要踩着像这样一些的版本，国民党的不管青壮派所有人有多少的一些数字，地方诸侯喊出来的数字，到最后出来还是这样，是国民党中央或智库特别懂这些吗？那老是有传出 CK 杨，然后他有一些想法，为什么？那为什么这个他跟这个军购跟国民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人家说他是金主嘛，过年前他不是CK杨还有宴请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嘛？当时他在里面讲的话是要国民党的党团的脊梁，那一根提起那一根脊梁，要对美国要硬起来。他的演讲的那个题目，他就是说叫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你要硬起来，对美国的这个军购要硬起来。这是第一个，这在过年前4天前，我刚才再确认一下，4天前他的演书事先就已经预告了国民党党版。几乎就是那个精神，没有人要反对，但是要严审，有发价书就过，是不是？是不是？后来国民党中央昨天开记者会的内容，然后党主席说我要去苗栗，所以叫文传会执委，这个也是他提名的这个宜兰县县长被提名的吴宗宪出来啊，国民党也要出来嘛。讲那么多，就给你讲，简单讲一句话，他不是考虑整体需求啦，他就玩一个打折啦。你要100，30啦，好啦，立院党团反弹了，33，多3块给你。好，那什么叫需求？大家要听那种数字嘛，你会觉得1.25兆很贵，对不对？很多钱嘛。换另外一个概念，国民党不给的东西啊。从乌克兰到伊朗这2个战场里面，什么东西是 CP 值最高的？叫无人机啊。你想象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啊，比如说中国春晚，你不看到那个机器人吗？那个人形机器人，哇，有人开始想象，他如果变成是士兵的时候，打仗以后不用真人了，你都会有那个想法。你换一个想法，如果今天台湾我们在一年或2年之内，我们有20万架的无人机，我20万架无人机摆在那里，对面哪一天想不开的时候，他要做多少准备？他不是200架哈，不是20架哈，如果是20万架无人机，你要做什么准备啊？你的雷达有用吗？你看到的雷达荧幕上面的都是点啊。然后无人机贵吗？100万新台币。大家会不会数学？我花了那些钱，有20万架无人机摆在那里，对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总要算一算吧。你要拿什么来换？这从乌克兰到伊朗，不是告诉你，连美国的雷达都被无人机这个卡达那个啊。但先讲一下，卡达那个没有全毁，给大家看这个比较快哈。卡达的扑爪雷达，长程预警嘛，就跟我们乐山雷达同一款。它没有安全措施吗？当然有。它的旁边就会有爱国者3型，它会有萨德。为什么？就是要保护它嘛。它因为这扑爪雷达做起来，卡达花多少钱不知道，台湾我们花了400亿新台币。我们2013年启用，实际的战机，2013年北韩发射导弹，台湾抓到的速度比日本还快。我们的乐山雷达抓到的速度比日本还快，
那你以为他只是抓到吗？不是这种雷达，他抓到的同时，他已经在计算他的弹道跟时间各方面。为什么？台湾我们这个雷达，我们的乐山雷达是跟美国跟日本情报共享。台湾我们这个雷达，我们的乐山雷达是跟美国跟日本情报共享，所以你注意，它跟美国本土的不一样。美国本土是两面，什么意思？它一面这个叫做它的那个雷达，它是360度的。360度是个圆啊，它一个面向负责120度。卡达那个其中一个面向被攻击到，确实损毁。那卡达那个也是3面，所以它有120度不能运作。那其他两面怎么样？不晓得。但它不是全毁。美军有没有替代方案？有。它的神盾马上起来。神盾马上要接替卡达那个预警雷达的功能。它不会只有光靠一个扑爪雷达。那不是一打掉就没了吗？但是它怎么被打的？就无人机啊，就无人机啊！你所有的萨德，你的爱国者全部不够应付啊。讲起来没有很复杂，那你数量要够啊。那你不能有事的时候才在买啊，你不能有事的时候才做训练啊，你不能有事的时候才生产啊。你平常要摆在那里，你要保养。我还讲一句话：如果我们2027年不要讲20万，我有10万架无人机摆在那里，老共你怎么办？你的雷达有用吗？你要抓你要抓什么东西啊？10万架，不用10万架在天空，几万架在天空就好。但要训练哈，你没有训练不是没训练就会用了。所以在这次这个伊朗这场战争里面，你看到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伊朗应该很快就投降。对不起，没有，人家还是有办法反制，人家用100万的无人机，新台币100万无人机反制你。所以这战争这场要打多久？美国当然要重新评估啊。他原来预期的时间要来。今天最新的媒体报道说，他们评估可能是不是要拖到100天。对，好，但是五角大厦也讲了，有一个是假消息。一直说昨天一直传说有第4架 F-15E 在伊朗境内被击落，对不对？美国五角大厦说那是假消息。他们否认有这件事情。那就看伊朗有没有办法捡到残骸，好不好？这个时候。我有残骸，我就可以证明 F-15E 被我打下来。如果没有，如果弄了半天都没有，那怎么办？好，可是回过来你再看整个军购案，20万架无人机全部在台湾生产，部分的一些核心要靠国外。台湾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军工产业？就可以受惠，就会有个基础起来。但是国民党说要把它放在一般预算里面。各位，今天3月6号吧。请问我们202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审吗？还没付所以钟小平讲话代表谁？钟小平。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啊。对，是。他代表国民党的一些他不能代表国民党啊。小平，你只能代表你而已啊。中道理性的力量。国民党只有你一个啊，其他的人，中华民国派的其他的声音，其他的站出来，昨天开记者会的，王国维是从头到尾前面都在反啊，反了几个月了，去年就是特别条例，去年就送了。反到最后，发现不能这个真的挡，就拿个牌子，我支持军购，当遮羞布，因为什么？他赌一件事情，大家的记忆就只有1天而已，24小时，或者是一个礼拜。你今天忘记上个礼拜1个礼拜以前发生的事情。OK。
可是战争打到现在，刚才讲跟我们的军购之间，大家都会去看那个实战场，然后所有这些跟我们的需求性，未来如果要自我防卫的时候，那到底是不是也买对了，也需要买得到，要不要？接下来恐怕更是个卖方市场吧，大家都要抢相关的一些武器，因为老美自己打一打，他的库存也要打掉啦，他自己也要补库存，那这一定是这个样子嘛。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好，美伊战争打下来进入第7天。那第7天最新的各自发表一些的战果，然后包括过程当中，那到底又会怎么样？先让你看一下川普他们发的一些军武的。来，创下，你看我们的战争部长活脱，基本上那是个脱口秀的感觉。是啊，告诉你最强的，全世界最强的2支空军，在未来1个礼拜以内，伊朗一抬头只会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空军，然后讲他们摧毁那个伊朗的那个最新的船舰那个过程，然后讲的所有这些。但是现在事实上，第一个好，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嘛，最新战舰也一样。然后接下来呢，刚刚讲到连那个无人机到底该怎么办？美国太阳神也出来了，这所有一些等于是最实际的军武大官了。基本上呢，其实在伊朗叫做苏莱曼尼的是很倒霉的。你说要上这个指挥官，上次的指挥官就叫苏莱曼尼，对啊。然后现在新的这个叫苏莱曼尼级，结果美国就要给你秀一次肌肉。2战之后第一次潜水艇发射鱼雷，实际打掉，就叫苏莱曼尼级。所以美国就秀给你看。那美国其实呢，每一次你要从川普从现在1月到现在为止，1月、2月、3月，川普都在做一件事情，展现什么叫做用实力才有和平。这种威慑，什么叫做实质的威慑？然后呢 ，MK48，我们都知道它很强，以前只看到是在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打一次给你看，那是船板那边嘛。这一次，而且美国告诉你一个，就是回到2战时候的状况，陆军是有战区的，海军，2战从希特勒开始，海军本来就是5大洋，通通可以打，所以他这个是没有什么你是在印度洋，因为你海军就代表你的主权，所以美国就在那边打给你看。那打这件事情是什么？威慑，你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因为全世界最担心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嘛，那被封嘛，那么代表你伊朗的海军是会被干掉的。然后刚刚讲的，他为什么出来讲话？那卢克斯是做什么用？卢克斯他其实不是去攻击的呀，他是诱饵，就是那么多的卢克斯飞出去之后，那伊朗的看到那么多光点，就会开雷达。那一开雷达，他就锁定你那个反辐射飞弹就跟下去。所以美军在整合的就告诉你我的一个，他们就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美军的多领域作战。它的多领域作战其实是这个刚刚讲的，因为以前呢。在过去的时候，中东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所以摆一个卡达那边，摆一个铺路转耶达，那其实是在监控中国或苏联的力量。它可以监控呢新疆。对，它是在监控中国或苏联。那现在呢，伊朗起来了，所以它的那个防备或什么被打掉，但是打掉之后，但是整个从也门开始，整个那个过去的时候，真主党打那么多火箭弹的时候，美国又多做了一件事，就是你这次看到的网空一体。他在那边，全世界，我们一直讲什么各种雷达嘛。美国在2011年左右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天基雷达。天上卫星的雷达就在整个中东上空，上百架的卫星走8字形，永远盯着，所以你下面动态你一定都看得到。所以这一次呢，伊朗呢想要反攻，用苏联的苏凯24、SU-24要过去低空。你通常是没错啦，地球有弧形，所以30公尺以下，贴海贴地，可是我在天上看的时候，所以它的2架也是被打掉，那网络再害后进去，然后另外呢，这次先说，把以色列本来是今年6月才要正式成军的铁树，就是用雷射光，那美国也告诉你说，其实我也早就做到了。那其实雷射本来就可以，因为它的能量可以烧融嘛，但是雷射的难度在哪里？难度在于说飞机飞这么快，我锁定你之后，下一个瞬间我的炮塔如果没办法追瞄，没办法把热量继续下去，我就没办法烧融。那美国强在哪里？强在 AI 啊，就是为什么 AI 那么重要？为什么台积电的晶片那么重要？因为 AI 辅助之后，这个7秒钟到1分30秒，你怎么飞？我的雷射光我就跟着跑，所以它这个太阳神这个厉害是什么？不是雷射光，雷射光在工业上早就用了60年但是我在你这个空中飞的这个速度这么快，美军的炮塔能够自动追瞄，如果你靠人力根本跑不掉。
根本就跑掉了。所以那美国这里面呢，其实展现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有一个我们最近好几天都没听到攻击绕台哦。对，有吗？还是没有公布或者什么？还是没有公布，还是什么？卫星都会，你有起飞，卫星都会知道，都没有听到，因为他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相信中国，所以我会用一个形容词，打在伊朗身上，痛在中国心里，因为美国这个叫做多领域作战，他每次在战争的时候都给你一个新的多领域作战，刚刚讲的是所有的全面一体之下，然后中国搞了30年，一直在威胁美国、威胁台湾、威胁日本的，叫做什么区域机制反介入，美国其实在实验一次给你看，真正要打的时候。你那么多的飞弹，你那么多的防空飞弹或怎么样，我一夕之间，那但是打完之后呢，后面也讲说为什么是100天，为什么是由战争部长讲？因为接下来后面前面的第一天他就打了700枚的战斧飞弹，那总是数量有限嘛，但是贵的打完了，重要的设施打完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伊朗的反攻，他这个整个每天发射的飞弹。到现在为止降到一天第一天大概350枚，第二天250枚，到现在一天不到50枚，它的整个发射器就把你摧毁。那摧毁之后呢，你伊朗没有在威慑能力，那为什么要打掉海军？昨天有4艘油轮过了荷姆斯海峡，告诉你说，你过去威胁全世界能够封锁荷姆斯海峡，这个压力美国也解决了。那接下来为什么是100天呢？因为伊朗的共和国卫队，巴基斯民兵组织还是很强，那很强是靠谁呢？让蒋介石出来，蒋介石有2个，一个就是以色列最近也在攻哦，现在你会看到公布美国那个凯恩公布的那个所谓的战争的那个图像，打了2000个据点，里面有1000多个是巴基斯的基地，共和卫队基地，那是美国不打的，那是以色列打的，然后在西北边那边。那个最彪悍的库德族，已经进驻3里的前进基地，所以蒋介石要出来了。剩下美国就告诉你说，接下来用比较低成本的武器，只是压制你的反扑力量，然后剩下来就是以色列和那个整个库德族会出现很多蒋介石。OK。但廷辉，如果这样的话，不管你说那个地面战是哪一支部队进去，某种程度大概地面战也接下来可能会就要往下一直挺进开打。可是现在看起来，伊朗现在到底谁在做决策？那虽然哈米的儿子被选出来或什么，那大家也都知道，革命卫队是他某种程度来讲，虽然他们实力很强，那可是。总是每一个头冒出来就被打掉，每一个头冒出来就被打掉，那总要有人做决策啊。所以现在到底伊朗现在的决策圈到底会是怎么样？而刚刚讲到波斯湾，那个尤其是荷姆斯海峡这一块，荷姆斯海峡刚刚有4艘油轮过，可是伊朗不断的官宣，就是他说我不是封锁，我是依照战时所有的处置，然后呢，包括只要你不是我答应让你过的，我就打。所以现在他这一招是真的还有用吗？空军这一块，你都不得不讲，伊朗当然还是有空军要起飞，要什么？这次的新5大关里面有一段是所有的新武器都在做实验 ，F-35第一次绝杀，然后一样也是打掉飞机，所以每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大家回头问是要拖到100天吗？全世界撑得了100天吗？川普他们还有什么绝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到这些？不会啦，不会拖到100天了，因为第一个这个美国它。也不想打那么久了，当然这是第一个了哈。那当然，美国它也在你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谈判也就开始了哈，所以私底下的沟通跟谈判也早就已经开始了。那现在伊朗来讲的话，像这种独裁国家哈，通常都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也就是说，谁掌握的军方，谁掌握的这个决策权。所以你刚刚问到的。没有错，就是他们的军方，他们军方就是革命卫队。那革命卫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权利呢？除了他们想要扶植哪个政权，谁就可以上去之外，另外来讲的话，他们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要先讲啊，就是他们本来就在整个伊朗境内来讲的话，掌控的金融体系，掌控着石油体系，掌控着他们所有的跟民生有关的所有的，包含说你银行体系要换汇率，他们可以操控汇率，包含他那个所谓的石油要卖给中国。怎么卖多少啊？要怎么出口？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内部的民间的所有的民生产业，超市也好，或是一般的什么样的菜市场之类的，是他们的吗？全部都是他们掌控的。他们基本上有将近有800家的子公司啊。这个比我们现在在讲的是部队吗？它是一个
它不是单纯部队而已。五哥，你就想象国民党以前有党营事业，对对对，这样比较理解比较快。OK，就连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瓦斯业也都是退辅会在掌控嘛，对不对？那跟过往来讲一样哈，所以我知道这种部队哈，基本上他讲话才说了算。所以现在其实真的跟川普在谈的就是这一支部队。那这个革命卫队呢，哈，它本身来讲的话，有那么多的资金，那就可以继续购买武器。但是当他武器用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要被团灭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说，那我们就不要再打了，因为你打掉的是我的帝国。那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一些事情？你让我继续在这个国家执政，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傀儡出来，我们也共同挺他也没问题。OK， 但是你不要把巴勒维送回来，因为巴勒维跟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死对头。当然现在巴勒维也在跟川普示好，对，但是川普也不会喜欢巴勒维，因为这公司哥们你就留在德州就好，你不用再回到伊朗。所以现在其实正在谈哦。那当然他有很多一些反击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瞄准美国的邮轮啊，或者是瞄准他甚至还扬言哦，说要到时候如果说你美国继续跟以色列推动伊朗的政权轮替的话。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去攻击以色列在这个所谓的它的核子设施啊。那这句话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啊，它前提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让我政权轮替啊。但如果你政权让我维持的话，我就不会攻击你核设施啊。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他讲话没有很死，他讲话其实还留一些空间哦。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他认为川普有时候。小笑嘛，对不对？疯疯的，是，他一次断掉就可能是有时候吧。这个一直，他就是他领导人端掉之后，他的代理人也要端掉，然后接下来第三波的代理人也端掉。一次断掉就可能是有时候吧。这个一直，他就是他领导人端掉之后，他的代理人也要端掉，然后接下来第三波的代理人也端掉。对，所以他现在已经确保。每一个层级都有3个人在做所谓的 stand by 或者是说3层的接替人选。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因应川普的做法，但是说真的，川普可能会打到第5波，所以你可能人还是不要5层。所以这个状况来讲，他们要注意到的哈。那其实哈，现在以色列也发挥它的过往的一个效用哈，就是说它有 F-35I， 它的版本跟那个美国的 ABC 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它也首次的在德黑兰，本来它去炸德黑兰，后来。伊朗的这个战机的雅克13哦，它其实是伊朗自己做的哈。那这个升空，然后跟它应战，这时候呢，这 F-35I 呢就很轻易的把它击落，然后到最后它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冒着烟，然后就摔到。这是首次的伊朗的战机在将近，因为上一次有这样子人对人的战机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是在1984年的时候，在黎巴嫩境内。对了2架的来自叙利亚的米格战机，然后伊朗把它击落，以色列把它击落。那现在以色列直接进入到，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早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伊朗领空不知道几次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防空能力，只能是这样子挨打，然后真实的这些战机这样就被击落了哈。那更重要的是说，我要讲的是说。伊朗他现在胡乱炸，就是把旁边的这些什么卡达、巴林呢，或者是阿联酋啊这些国家，大概都炸了一番了这样。但是各位知道哈，这个你炸其他国家可能没太关系，但是你炸这些国家都是有钱国家，对啊，都有钱人呢。那有钱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什么？有些人最害怕什么？就是流氓嘛，或者是说怕说被人家打、被人家揍嘛。所以有钱人一定要请最好的保镖，不是吗？那请最好的保镖，你记不记得卡达他买的战机，他是买的全世界最贵的特制版的战机啊，跟美国买的。那我们讲说，他一架战机买多少钱？大概将近3亿美元左右。3亿美元左右。我跟各位讲一个概念哦 ，F-35A。最基本款的是7800万美元。F-35C 现在在那个福特号上面的那个 F-35C 是什么？是9800万美元。什么叫3亿美元？它上面是孔金呗，是不是？我以为他们只有车会要求都跟人家不一样，原来买飞机也这样。买飞机他们就是买最贵的。那请问这个3亿的到底上面要装什么？对，可能就是有黄金嘛，在上面嘛，或者是黄金飞行员之类的，或者是什么空司机，对，可能连战机上面都配备空姐之类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啦，不然你怎么会搞到3亿美元呢？当然要买双人座的哦，双人座战机哦，有油国跟那个蓝叶门那边空军打完之后，
那些空军英雄，每个人当场是王储给他们一人一个，是啊，一辆那个保时捷吧。你搞到这些有钱人，其实伊朗本身也应该是有钱人才对啊，他只是被制裁嘛。对。那如果今天大家欢欢喜喜的，哎，回到原本的大家都有钱状态，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碰上了这些人，哎，我是比较担心台湾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当你这些国家的空防 PAC-3， 然后爱国者飞弹都被打光之后，他一定要跟美国再重新买嘛。当然，那买的时候就排挤掉我们，而且他们已经不在乎钱嘛，对不对？对啊，他们不在乎钱，那下了标都你3倍的价格再跟他买，我们什么1.25兆，在他们眼中来讲的话，那是什么3万年嘞？1.25兆算什么？对他们这些油国来讲算什么？1.25兆，他就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看那个战机来讲，就是这样的比例。3亿跟1亿的，就是说 F-35，他们甚至可以买到 F-35了。F-35为它特制的话，可能就不是3亿美元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要抢，要赶快抢，因为你抢也抢不到。那现在他们正在兵荒马乱之际，我们现在可以去跟美国买的，赶快去弄好。然后那边的话，它后续来讲的话，其实不会弄太久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是有钱人，有钱人会想办法把这个战事把它弄下来。川普也是有钱人，所以大家都有钱来有钱去的时候，好来好去之后，革命卫队他也不会想要把自己的帝国毁灭掉，所以现在就是找出傀儡就可以了嘛。OK， 但小平是如果这样看起来，当然第一个荷姆斯海峡的问题，但是伊朗因为跟他跟老共的关系一直很好，对，当然，所以他就会说，那只有他跟老共的船可以过，尤其是美国的船，他一定会打。但是刚刚讲到，包括后面会不会要用护送军舰护送的一些的方式啊，所有这些，所以这场战争，你觉得对老共那个地方他们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很伤老共啊，因为盟友被打束手无策，对，这个也麻烦。可是啊，可是伊朗即使老共没有对他特别实质帮助啊，但你知道这个荷姆斯海峡已经封锁打得很清楚啊，等于封了，而且要不然平常进进出出的油轮怎么会只有这么几艘？20%的原油，对吧？全世界从那边走。老共啊，一半的原油进口，老共是一个缺油的国家，因为然后从那个荷姆斯海峡运过去，然后即使老共对伊朗没有实质的帮助，但伊朗你知道多有情有义，你知道？我当年封锁你一般的船只嘛，可一般船只现在变得穷则变，变则通。老共的船，老共的船，老共经营的船有股份的，而且我老共经营的公司哈，中国公司你就过去。那你现在开始很多其他公司冒充老共的公司，我是中国的船，那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表达对中国大陆的友善也让他通过，所以整个，然后呢，整个荷姆斯海峡其实这种封锁程度是超乎想象的严峻啊。那他又为老共开一个扇门哈，我们希望川普跟未来扶植的傀儡就从这个基础点开始有善意的冒充也让你过，不要封锁，因为封锁对全世界我觉得都下不了台，我觉得。但上口现在的战争其实不只是打实际的战争。媒体宣传战一定很重要，所以你看那个过程，包括你看他们的战争部长没出来，他们一定会公布一些影片。有人说那是杀人诛心啊，就是你打就打了，然后你还要把人家那个影片公布成那个样子。可是对老美来讲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全世界，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我打完以后，我还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是怎么打的。他就是用这样的，所以每次都会展现出很多像这样一些的画面啦，或这些，而且。川普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打委内瑞拉的时候，后来就讲，还跟那个是卢比奥嘛说，那你去当委内瑞拉的总督，然后呢，现在人家立了那个哈米尼尔儿子，他说不要，他也要去选最高领袖，他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川普的逻辑有时候是很跳跃的嘛，很跳跃嘛，那有时候这样讲就表示说一句话，我要控制，我要控制，不然委内瑞拉叫卢比欧去，那卢比欧去控制，代表我控制啊。好，然后你现在伊朗也一样啊，他就表示一件事，我要控制这个政权，不然说这些话，大家都觉得你在讲什么笑话？是啊，但是他就告诉你，我透过这样的方式，你们认为不可能，但我表达的一件事，我要控制。当然你说。媒体宣传战，因为你看那个伊朗也一样啊，伊朗 AI 也在做啊，什么林肯号被炸啦，什么那个 F-15被轰下来啦，等等。
那美国呢？美国当然他就告诉你，他拿实际的状况跟你讲。那比如说，你看，他也公布这个画面啊，中央司令部啊，那这一艘船是货柜轮去改装高达4万吨的船只啊，那无人机的，他就是要把无人机摆在那边啊，他改成那个滑跃式跟斜向式的那个跳板啊，他就是专门做无人机的航母啊，但他还是把你轰掉了。但是他不告诉你我在哪里轰的，我用什么轰的，不告诉你，他不像轰那个纳德号的时候还告诉你我是水雷，那个水雷是几型的，我还把你轰掉，但是这个他就不讲，他就告诉你被轰掉，被轰掉。那不讲的原因，大家就在猜你为什么不讲地点？那个地点是不是算敏感地区？是不是敏感地区？不然你看，你轰掉，你用潜舰把人家护卫舰轰掉了，告诉你在斯里兰卡附近，对，他告诉你在印度洋，你不要给我躲到印度洋，你就认为安全。但是他这个就不讲，他这个就不讲。你看，他也公布画面，红旗2，中国卖给伊朗的红旗2，他就播画面跟你说，中程防空，中程防空系统一样被我轰掉了。当然，红旗2算是比较老旧的系统，是1960几年研发出来的系统。他也告诉你我轰掉了，就是说他一直在展现我是有实力的，我的军武可以让你看的都让你看到。你没看到那时候战争部长啊什么出来就说还有一些不能公布。那你看抓委内瑞拉的时候，川普就说，有一些科技现在不能讲，他们连一发子弹都没发，隔几年你们就会知道。因为他武器上面，你知道我有的武器，我摆在那边打给你看，甚至于告诉你，对 ，NKS 没有实战经验 ，PRSM 没有实战经验，但是这一次我全部拿出来告诉你。实战经验告诉你说有多准，有多远，就一直告诉你。像 PRSM， 美国在评估 PRSM 要从500拉到800、1000公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一个未来配备陆军那个海军陆战队移动式反介入区域拒止，我就是要对抗你的，我就是要用这一个模式来对抗你，顺便也告诉中国说，你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我这一边的实弹里面研发的就是要针对你，我现在打给你看，我现在打给你看，你包括雷射，刚才讲太阳神那个雷射，陆军也有，他们可以打多少？他们60千瓦，他们已经可以打到4公里、5公里远了，4公里、5公里远，就告诉你，你无人机机群里面4公里、5公里外，我就可以把你打掉。那所幸，我们跟日韩有同等的雷射实力。我们有成功研发10千瓦的雷射，现在正在朝50千瓦研究，所以我们的雷射武器跟日韩是同步。他们也是10千瓦，但是美国的确是领先太多。那当然，我们往50千瓦的时候。中科院国防部都说我们有好朋友帮忙，那大家就不用想了，好朋友是谁？OK， 所以我们也在走这一条路。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国人来讲的话，当然这一次看到美伊战争里面，包括我们的军购啦，所有这些。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已经复委，那复委后包括行政院版本，包括国民党版本、民进党版本，那未来那到底在讨论过程当中，这个条例会怎么样？那315的发价书又怎么样？大家会观察这些重点。但在这里面，刚刚都聊到。对柯文哲前主席来讲的话，显然对于未来，包括这次讲，民众党是最早讲说发价书赶快就授权吧。那这个灵活度是不是让国民党真的会没有办法完全做出一番的应对？可是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严凤，他说对黄国昌其实是对的，民进党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最近讲到很多，包括其实你们早就想动他了，2024以前就想动他了。那因为他票太高，所以你们继续打。那摆明了意思就是政治干预司法之间的一个互动性。没有，他就是永远都有被害妄想症啊。
真的去检举的就坐在我的对面，叫钟小平啊，怎么会又是扯到我们民进党一直长期要迫害柯文哲呢？对不对？等一下可以请小平哥再讲一下哈。然后第二个，柯文哲他这样讲不公道，他现在变这么红的议员，就是柯文哲的议题都找他上政论，现在变那么红，你也红。你看我跟你吃果子要拜树头，对，所以他要感激你的意思，不是感激柯文哲，你要跟我共同承担的。我承认是我告的。对啊，所以是小平哥去安林申告的嘛，好，所以柯文哲有什么事就找钟小平哈，不要一直找我们民进党。第二个哈，柯文哲被问到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判我无罪？其实这句话很严重，这是公然在质疑法官的判决心证，对不对？你都还没判，你就觉得说法官一定判你有罪。那如果以柯文哲跟你塑造出来给你的支持者这些小草讲说，你都清清白白，司法是独立审查吧？那你就是把你清清白白的证据全部摆出来啊。那你如果都有证据能够证明你无罪的话，法官要怎么样判你有罪呢？他现在不是只有他哦，他连包括他的委任律师都拉进来，说他问律师，律师也都没信心。为什么？因为连他们都觉得这是政治案件，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讲。你知道，对，总是好，他讲当然小草会听或什么。他现在就是连律师，然后什么全部你看，不是只有我讲吧？连我的律师都是这样讲，他们都当过检察官、当过法官的。他现在是把这些整个形塑起来，反正就是要牢牢巩固的，就是宣判完以后。反正就是政治案件，他的解读就是这样。对，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要把他的金华城跟他财产来源不明的这个案子，都把它作为所谓政治案件，而不是司法案件，这是他的主轴嘛。因为他3月底就要宣判了，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说，先告诉大家。我一定会判有罪，因为他怕到时候会去影响到接下来的立法院，还有今年年底这个民众党他们要推自己的议员，甚至是黄国昌嘛，对。但是黄国昌，我讲真的，他到底会不会选到底？结果现在又被抓包了。我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在讲说，黄国昌的这个淡水的看板嘛，广告。他撤下来嘛，过个年就被撤下来。淡水风大，对，他说风大，结果昨天视察猫经过三重，这边这个是之前的照片嘛，视察猫昨天经过，这是三重的，也被撤下来啦。所以难道三重也是风大？所以这个黄国昌新北市29区可能之后都会有风大的问题，所以我才讲嘛，黄国昌的被吹掉的就不是他的广告看板，而是他的牛皮嘛。所以我才讲嘛，黄国昌的被吹掉的就不是他的广告看板，而是他的牛皮嘛。牛皮都吹破了。小平哥在这边，我们有选举经验的，当然也都知道，你今天要去挂那个看板，一定要签约的嘛。你签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撤下来？白纸黑字嘛，不然黄国昌，你现在把你跟厂商签约的这个合约都拿出来证明说，没有，我就是选到底，我就是都是签到今年年底11月。好，11月底，我就是跟你们国民党继续玩下去。那没有啊，看起来就是一区一区看板在撤嘛。柯文哲看起来是很想让他选到底，但如果以他撤看板，看起来黄国昌是没有要选到底。那如果又再加上3月26号柯文哲的宣判确实是有罪的状况之下，那民众党的未来看起来当然也是凶多吉少。那都好，一般来讲把律师都拉进来，然后尤其要讲说律师都觉得这是政治案件。因为政治人物，你说每一次有被判的，有被什么的，都说是政治司法追杀、政治追杀，什么类似这些。可是我刚刚讲，连律师都要拉进来，你觉得柯文哲到底大家都知道他是要形塑这是一个政治案件，那他是要一直拉到2028去吗？把所有这些一直保温？可是那个326的判决，大家都知道，10年上10年下，一定有它的影响啊。把律师拉进来，那所以律师之前所采取的策略就不是错的，因为是政治判决嘛，是政治嘛，不是法律嘛，所以律师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啊，是政治，对不对？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啊，谢长廷，民进党大佬吧，柯文哲那边也写脸书啊，说民进党大佬说他是冤枉的啊，谢长廷只好赶快出来写脸书讲话，要讲清楚啊。谢长廷怎么跟柯文哲讲的？1月27号。因为他去年起诉的时候就说收贿证据薄弱，但他不是说没有证据。什么叫收贿证据薄弱？
就是1500啦，咬不死啦，1500前后的Excel 档都是钱，就只有那1500。谢长廷就是讲那1500咬不死啦，法官的新政如果严一点哦，那个1500就没了，那柯文哲的下一个难关在哪里？如果150没事过关，他的下一个难题在哪里？在那个政治现金啊，7个人头啊，那个可以用政治现金法解释啊，也可以解套啊，因为钱嘛，再下一关是什么？就是独立啊，谢长廷1月27号的时候跟他聊很多事情，也聊到军购的事情，柯文哲也跟他讲说他们会提4000亿，谢长廷回去看了以后说，不对，你的4000亿是每年都要审柯文哲怎么回谢长廷？细节我不清楚，但是他有没有要拿谢长廷出来，在326之前，做宣传？有，谢长廷也知道，也知道。可是谢长廷跟柯文哲劝他几件事情，不要攻击法官，不要攻击法官。柯文哲现在在讲的，是不是在攻击法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3月26号看到的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那个是政治决定的了，也就是说，这3个法官是赖清德的傀儡，因为政治，就是政治审判嘛。柯文哲的那个讲法，而且还接受访问，你想看法官正在写判决书，他会没看到？那柯文哲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知道一定有罪。好，现在回过来，3月26号那天下午宣判，第一个一定看1500，成不成立？再过来嘞，看图例了，就看图例了啦。柯文哲知道答案了。好，那回过来，柯文哲知不知道自己的策略错了？他知道，他也不能承认。柯文哲的3个律师知道策略有问题，知道了也不能承认。当一切都是政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责任，我们都是无辜的。好，柯文哲还不仅如此，还提了一个要求，他希望解除这个出境限制。因为326之前宣判前2天他去日本，理由呢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你不是不相信吗？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你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事人，陈佩琪不能去吗？为什么一定要柯文哲要去？这所有东西他都在形塑政治，都是最后的宣传。但是有多少用处？柯文哲眼前官司的事情想不到2028，一步一步走了。但是我不能让我的草不见。OK， 小平，是我们来谈一下岳飞吧。好，以前读历史的时候，读到现在，岳飞当出现在政治人物的口中的时候，你觉得呢？忠诚。所以柯文哲，他自比岳飞，你觉得他是要讨论他是忠诚吗？不是，他要讨论秦桧是谁？他是要讨论对莫须有3个字。我觉得他这样自比岳飞岳飞在天之灵都会哭泣，这第一句话第二我担心柯文哲多一条罪。什么？岳飞的后代告他一个侮辱死人罪，法律有这一条，有这一条，对吧？大律师在这边好，所以就胡扯一通嘛。不，你已经犯了贪污罪，这个我举发的，你怎么可以自比忠诚莫须有？对啊，那秦桧可能就是那些检察官对不对然后你凭什么比岳飞呀？不，我觉得就他什么都敢讲，他是这个是曼德拉有没有？他是什么？毛泽东、曼德拉、岳飞，岳飞，他什么？他只要能上新闻，只要能自己脱罪，他是什么都能讲。那自比岳飞当然他要取得道德的高点。刚刚东豪讲就是说，反正都是政治迫害，都是赖清德搞我等等，好。那政治效应呢？国民党现在好不容易成有个局出来，不能被柯文哲弄坏。什么局？就是韩国瑜，就是从军购那个案，就是中正代那些诸侯还有立法院长出来了嘛，然后请青壮代吃饭，就是往中间走，认为往亲美走，大概比较能力跟民进党2028一决雌雄嘛，这个是个大的方向，我觉得氛围还蛮好的当然还有很多难关要度过。
好，然后呢怎样？那我们就看了，请问你判他一审判决的那些那个审判庭啊，是不是都当初羁押他的？不是啊，是不是？你说这个现在要宣判的这些吗？对，过程有审到，对，有审到他，就其中有一个羁押庭是，对吧？有一组这样好。然后呢，请问你羁押他最大的原因，我为什么要羁押那么大一个前台北市长？因为就认定1500哈，就是钱嘛。就是我羁押你，简单讲，我羁押你，图利羁押你，可能有一些勉强，但违背职务受贿罪羁押你那个10年以上，我觉得正当性那个刑期超过5年以上，很多都10年以上。所以他也知道凶多吉少，而且我的政治判断，他会判就这一条会10年以上。我认为是违背职务受贿罪，而非不违背职务受贿罪7年以上。那这个判了以后就不能选总统，以后会让老 K 让卢秀燕缓一口气。让卢秀燕缓一口气。因为他是一个超级 X 变数，你知道吗？柯文哲他可以选总统，他会去选的。他选总统即使拖垮国民党，他也在所不惜。他选总统才会有更多的不分区啊。区域，然后能搞掉你几个，然后继续创造，因为他不可能那么多不分区，所以一定要加，他会推更多人，让你在边缘1对1会险胜跟民进党，而我进来让你国民党掉的区域的席次，这样子才可能，他只有继续创造3党不过半，才维持现在的影响力。如果下次国民党这个单独过半，那你我要他干嘛？就不重要了。所以他会去选总统，他能选就会选。所以这个判决至关国民党的前途，也至关卢秀燕的前途。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知道上公其实在很多媒体面讲说，你真的不是很想要再谈到底柯文哲案子啊什么这些。但上公好了，因为柯文哲包括不止讲他自己哦，讲黄国昌也是啊，再动黄国昌，大家就焦土。对，那其实都不知道已经烧成什么样子了，那反正就一直要焦土。那这个焦土一路玩下，所谓的焦土是对民进党发出这样的讯息，那有任何的作用吗？刚才讲国民党小平在分析柯文哲对国民党，包括蓝白合啊，包括2028这些，不要讲远了，光近的，最起码严凤打死不相信黄国昌会选到底。然后柯文哲呢，有人讲说，到现在很多国民党的人在节目里都还说，3月底以前大家蓝白就整合完了，新北这一局，那就应该可以整合完。上空会这么顺吗？柯文哲会放着3月底以前就让黄国昌决定退不退了吗？我觉得第一个，柯文哲3月26号判刑嘛，好，如果有罪行超过10年，其实你回头想一下，柯文哲如果是10年以上跟10年以下，折磨国民党的招数一定不一样。李志说都会折磨国民党，都会折磨国民党，不会放过我们啊，尤其是你。好，那他要怎么折磨国民党？不，今天很简单嘛，我不能选2028，对不对？对，10年以上，好，不行。那我3月26号判，那我如何折磨一下国民党？黄国昌，你不要太早退啊，慢慢谈啊，光一个黄国昌就可以把你们拖着啊，拖着啊。然后你说焦土政策，我也在想焦土政策的问题哈。第一个，你是在选举上全面焦土吗？我不懂如果你把县市全部提名，倒霉的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我们焦土那你说你们敢动黄国昌，我要焦土，你是对民进党说还是对国民党说？你应该是对民进党说嘛？当然啊。那2026我全面提焦土，谁倒霉？国民党倒霉。2028立委我全面提焦土，谁倒霉？国民党倒霉。那唯一一个可以焦土的地方就是立法院了。但是你看到军购，民众党好像又不是这样了，动了没？北检有没有约谈的黄国昌？有啊，动啊，有。那个，行政院版本要付发价书，我们先授权好了。你这个像是跟民进党焦土吗？如果焦土的话，我管你发价书那是你家的事，我也不会授权你。
然后跟国民党就是一致通过他们的版本，什么全部都这样来才对啊。跟民进党喝咖啡，焦糖对啊，我还焦土了，自重一点好不好？一下服饰，一下咖啡，你真的是说话真的请自重好不好？不要没事，一下又说岳飞太无聊，说什么太无聊，还一直讲。好，然后你唯一能焦土的在哪里？你唯一能焦土的只有在立法院嘛。你说地方议会焦土，那你要看啊，你在高雄，你地方议会结合国民党可以过半吗？可以强大到那个地步吗？而且你对地方议会焦土，地方中央也不会管你啊。问题能焦土的只剩下立法院啊。那立法院全面焦土战争下去的话，那很简单啊，你柯文哲在蓝绿白中间的空间操作又变没了啊。那民进党也可以不领柯文哲了，因为反正你已经就是跟国民党合作要搞死我嘛，我也可以不用理你了。蓝绿白中间的空间操作又变没了啊。那民进党也可以不领柯文哲了，因为反正你已经就是跟国民党合作要搞死我嘛，我也可以不用理你了。那国民党会乐一点，就是说，不是搞死我们，一起搞死民进党啊。除了这个焦土以外，请问一下，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焦土？我想不通。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他很多的一些发言，包括廷辉来简单回应一下，因为陈佩琪最近也一直不断的发言，他跟柯文哲有一个口径是一样的。就赖清德，你到底对在野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要搞成是这个样子。他们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赖清德搞的，就是这样。其实能把它倒果为因就是说很多事情他自己没有去做那些事情，他怎么会被罗织罪行？就算他罗织罪行也是非常难的而且他是重刑求处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罪行所以就是说。他为什么常常就是要去检讨别人，不去检讨自己？这是他的个性然后再来，他要把砍团一些那些历史人物，我觉得那些真的很衰以前还讲那个皇帝或之类的，反正现在的他其实就是有一个无厘头的概念就是说他什么东西想要那边弄一点他也是回到，但是这种把戏其实全国民众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晰了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讲话没有那个诚信的概念嘛所以我们讲说岳飞是真的是有诚信的将领，但是他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说真的是侮辱了岳飞，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妥了那。不过他可以秀一下他妈妈有没有在上面尽忠报国这4个字好了，不管了。就说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最近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什么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对岸打过来的，而且都学者，然后呢，好几个是不同系统的学者，然后再问我说，为什么柯文哲转那么快？为什么他跟绿营要妥协了吗？就是军购的事情，他们有这样感觉吗？就是民众党的这些事情那我突然间我是有一点感觉到讶异，说为什么会有这种问法？然后呢，我本来是不以为意，我就跟第一个学者在分析说现在民众党怎么样国民党可能提个版本，这个民众党可能就是说看到徐小新可能有一个版本出现他们赶快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整个局势变化，然后美国可能有一些背后怎么样，我大概分析了一些。过没2天，又另外一个体系的学者又打电话过来，又问了。然后我觉得，怪怪的怎么就都问柯文哲？你现在应该问我美国才对，你问柯文哲干什么？你应该问卢秀燕怎么会问柯文哲嘞？第二个问了，然后再来过2天，又第3个系统又问了，总共有4个系统。我跟你讲，从北到南，从北京到，那代表什么意思？北京的中央政府有人在针对柯文哲的事情在打探底细，而且可能不是只有问我一个人，可能问了很多人。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把柄被拿在北京手上？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柯文哲有什么把柄。而今天的这个判刑，它可能牵动的是民众党未来的走向，那可能是老共也比较担心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对他没什么太多的好感，也没有太多的这么评论了说真的，我觉得这已经是过气的政治人物。但是因为他的民众党的8票的确
还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还可以发挥一些效用。所以这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他个人本身以及他的政党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可能不能让他这种予取予求，或者是因为他的耍那种所谓的小孩子的个性的情况之下，然后玷污了整个政治上的一个殿堂吧。OK， 那未来326宣判以后又会怎么样？当然，大家会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军购所有这些，然后包括现在美伊的战争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明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